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月音。他走了，可他的声音还在呼喊。最近，一位台湾的灵性导师旭宇小姐公开表示，她在一次冥想中接收到于朦胧的讯息，那是一段充满痛楚与警醒的灵魂自白。我愿用自己的血唤醒所有人，不要再有下一个我。这句话像刀子一样刺进了无数人的心。一个年轻的生命离开后，世界本该沉默，可这回沉默的人太多，说话的人却更痛。有网友留言说，这是灵界的呐喊，是为了让人类觉醒。也有人哭着写下，于朦胧不愿屈服于邪恶，他用牺牲唤醒了千千万万人。这不只是哀悼，更是一场良知的集结。当灵魂在呼唤公义，当人们公开地反问，到底是谁让这个世界变得如此冰冷？旭宇小姐感应到了于朦胧的内心呐喊，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？为什么你们会这么狠？明明我们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做人，为什么你们要以伤害他人为娱乐？你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娱乐，就可以不顾他人的想法，不顾他人的自尊，不顾他人的性命。为什么是我？但我愿意用我的血来唤醒所有人，来正视这个问题，不应该再被他们只手遮天遮盖下去。我知道我来世上这一趟有我的任务，但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他们这样视人命如草芥。这个世界需要每个人的觉醒，需要每一个人有反抗恶人的心，众志成城，才有可能在未来把那些人从他们自以为建立的神坛上拉下来。大家一定要有看清他们邪恶本质的能力，不要再姑息他们，否则只会让他们更猖獗。每个人只要能扭转一些观念，未来就能将他们的邪恶曝光于阳光之下。不止我，每个被他们迫害的人都值得被尊敬，都值得被沉冤昭雪，被好好慰藉。你不需要出头，但你需要知道，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他们的邪恶。网友们对此纷纷留言表示，在这件事发生的时候，我也接到了同样的讯息，这是宇宙刻意的安排，是于朦胧的灵魂选择用自己的遭遇来使人类觉醒，让大家看到被隐藏的黑暗，呼唤人类醒来，去捍卫正义和良知，捍卫光和爱。于朦胧不愿向邪恶屈服，他的牺牲唤醒了千千万万人，让人们认清邪恶本质，了不起，感谢朦胧。于朦胧是了不起的光之子，拥有正能量的善灵，祝福小鱼能够回天界，好好当白真上神，别再下凡受苦受难了。坚持为于朦胧发声，我们要讨回公道。于朦胧的灵魂还表示，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未来不再有人跟我一样受到这样的伤害，太惨了。我希望用我的血给世人一个血淋淋的证明，不要再让这群恶人这样肆无忌惮地残害其他人。这些恶心邪恶的事情，我希望到我为止，到我这里就好，后面绝对不要再有人走同样的路。我希望未来不要再有人走上这条路，太冤太冤。该留意那些恶人，自己一定要分辨清楚，能跑多远就跑多远。我会在我能力范围内去保护我想保护的人。我还是期待所有的悲惨到我为止，未来不要再有善良的孩子被这样利用。我不是想要再来卖惨，我只是想警告大家，不要再有下一个我。我希望未来的人不要再落入这样的陷阱，绝对不要再参加这种聚会。不要以为你忍了一次，忍了2次，忍了3次，后面就会没事。我们的命比蝼蚁还不如，我们只会被他们随意碾压，吹口气生命就飘走了。他们为了私利，为了钱，甚至为了嫉妒，就任意消灭别人。这种人真的该死，所有的人命在他们眼里比一只蚂蚁还不如。他们嘴中说要消灭的人，连看都没看过，只是嘴巴说一说就让人家消失了。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，
我们很多人为了保护牙齿，天天刷牙2-3次，可是眼睛的保养更重要，因为牙掉了还能植牙补救，视力真伤了就麻烦了。从早到晚盯着屏幕6到8小时，感觉干涩、酸胀、畏光，眼压紧绷，你是不是也这样？我劝大家，眼睛越早护理越好，越省心。推荐给大家一个小东西，一个非常好用的冷敷眼贴，贴上去大概3分钟，我就明显的感觉眼睛放松下来了。这个眼贴里面有3种植物萃取成分，贴上去清清凉凉的，可以帮你缓解蓝光带来的压力，维持泪膜滋润。有86%的人反馈，使用了之后更放松、更滋润。那么怎么用更到位呢？如果你是日常保养，可以每周2到3次给眼睛做个小 SPA。如果眼睛已经明显干涩，或最近用眼很多，可以增加使用频率。白天用2到4片分时短贴，晚上6片连贴6到8小时睡一觉。这个眼贴在工作、睡觉的时候都可以用。我的很多同事就是直接贴着工作，一开始会流眼泪，适应了之后就好了。用完撕下来不扯皮也不花妆，每天不到半杯咖啡的钱，就能给眼睛一份长期的守护。需要的朋友就点击下面的链接，输入我们的优惠码大10局，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。于朦胧的灵魂还回溯了案发当天的经历，那是一段极度痛苦的经历，太多的细节，残酷的无法言说，只能择取部分片段。而于朦胧也说出了自己的心愿：妈妈，我来生再报答你。听着让人泪崩。那一天，宋小姐来约我，要我去参加应酬的饭局，我非常的不想去，于是当下立刻拒绝。但她很不客气地告诉我，不去我就完蛋。对方点名要我去，我非常的不乐意。不过最后我还是屈服了。没想到当天不只是肮脏而已，而是极度的肮脏、恶心、暴力、藐视人命、嫉妒、丑恶、金钱、权力斗争。我只是里面的一个最无力的棋子，甚至比一个棋子还不如。那天赴约以后，我极力反抗，但我失败了。我以为只要我忍过了这些就没事了，我还是期待能够赚钱给妈妈，我心中只有妈妈。我以为只要忍过了，牺牲了，我就有机会好好的孝敬妈妈。但是他们恶心完后，却开起了玩笑，说可以让我怎么样。这不是普通的怎样怎样，而是各种折磨。这些自以为是人上人的恶心权贵，互相打赌，可以把我折磨成什么样子，打赌我会不会反抗，这就是他们的普通娱乐。突然有个人说，我知道的太多了，于是他们开始对我进行各种折磨。我的反抗惹怒了其中一个，他是我以为的好朋友、好兄弟。我到那个时候才明白，原来他根本不是我的好朋友。他们各怀鬼胎，恶心我的恶心我，想要伤害我的伤害我。万万没有想到，我认为的朋友竟然这么想要我的命。他起哄让别人附和，让别人把我调到外面，说要看看我有多能耐，说要看看我的肌肉厉不厉害。我早已经被药物迷得全身虚软，根本没有力气在那样的情况下苦撑。那一刻我才终于看清他们每一个人的鬼胎，极度仇恨、权力、金钱、利益输送。他们太恶心，用尽所有最糟糕的词汇都不足以形容他们这群人。最后在那个人的刻意起哄之下，我被丢到外面。我想要撑住，想要求生，可是我的手真的支撑不住了。摔下去的那一瞬间，我心中充满了强烈的愤怒。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离去。为什么他们没有跟着我一起下来？他们背负的人命远超过你们的想象。这些泯灭人性的人比魔鬼还可怕。我在另一个世界看到的人都没有他们可怕。当时在场的人虽然没有亲自动手，但他们的漠视与起哄一样邪恶。后来我回到了原来的地方，看到他们急着要销毁那些爱我的人送的东西，我无比的愤怒。我嘶喊着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没有做错任何事，我善待每一个人，为什么我会落得如此的下场？我看清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嘴脸，我希望他们罪有应得。我唯一觉得愧疚的是妈妈，
我再也不能孝顺他，甚至已经给他带来了麻烦。妈妈，我来生再报答你，如果有来生，龙龙愿意用最大的力量回报你。这是龙龙的心愿。同时，我也期待那些人的因果恶报尽快到来。我在这里可以感受到，这些因果循环的确在运作中。那些人终将被自己的邪恶压垮，他们会承担应有的后果，他们终将自食其果。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们所做的，但我们却要承担所有的恶果，这不对。军火、贪污、倒卖一切的钱都是他们在赚，但一切的恶果是我们在受，这是不对的。我要看着这情况被彻底改变过来，谁干的恶事，谁就该承担后果，不要再把自己作恶推到别人身上。期待看到他们被自己所作所为毁灭的那一天，不会是我出手，他们终将被自己的行为击倒，灵界会让他们受到自己该有的结果。听到这里，真让人心碎，难以平复。于朦胧这一生走得太苦，太不公平了。所有关心他的人都满怀悲愤与不舍，惋惜这样一个善良的人竟然遭此残酷的命运。一起来看看网友们的感人留言。他们这回还是赌，我们只有余儿7秒的记忆，我们就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记忆有多么长久。他们藐视我们是蝼蚁，我们就让他们见识一下蝼蚁撼动烂树的力量。长期坚持，不想看电影，不想看电视，只想看监控，看真相，直到真相大白。真希望天道出手啊，把恶人收一收，让苦难善良的中国人民得到自由。让我们一起不断回顾朦胧的美好，记住他的坚毅和他灵魂的强大能量，一起向阳而生。于朦胧在灵讯里说过一句令人动容的话：不只是我，每一个被他们迫害的人都值得被尊敬，都应该被沉冤昭雪，被好好安慰。这句话像一道光，照进了更多被掩埋的名字，也让民众想起了另一个同样年轻、同样善良、同样离世疑点重重的人——西藏冒险王王湘军。王湘军生前热爱雪山，热爱生命，却在一次看似普通的探险中，永远消失在冰河里。许多人怀疑他不是意外坠落，而是因为拍到了某些不该拍的东西，最终被灭口。这两个名字，一个演艺圈的白衣少年，一个是雪山上的冒险青年，他们的命运似乎都被同一双无形的黑手推向了深渊。在那片接近天堂的雪域高原上，王湘军曾用自己的脚步走出了7年的孤独传奇。他徒步攀登过70多座冰川，记录冰川融化的景象，所以人们叫他冰川哥。但谁都没有想到，这位对自然充满敬畏的年轻人，最后竟永远留在了自己热爱的那片土地。2020年12月20号，消息传来，王湘军坠入冰川，年仅30岁。官方的说法肯定是意外，但网上很快传出了另一个版本。有网友将王湘军生前的最后一段影片进行了20次降噪处理，结果却听见了2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：好重啊，这家伙还在流血。别说话，别瞎说，他走了就走了。一句冷漠，一句掩饰，像2把刀，割开了真相的冰层。虽然王湘军的弟弟后来出面澄清，但网上的质疑声并没有停下，因为他曾经拍到过太多不该出现的画面。王湘军在影片中记录过医疗直升机经常在西藏上空盘旋，也拍到在中尼边境附近疑似存在地道，似乎被用来进行一些不明运输。他还发现，在西藏一些风景优美的冰川地区出现了豪华建筑，有传闻说某些知名人士曾到访过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他曾在影片里提到，在某些地方看到过大量的身份证被集中焚烧，但有些没有烧干净。一个身份证就代表一个生命，这让人背脊发凉。王湘军还说过，在那片地方每年都有很多人离奇失踪。那句话如今听起来格外沉重。有网友回想起了王湘军的最后一场直播，那一次他哭了，应该是知道自己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了吧。他直播时神情怪异，后来他3次喊出救我救我救我。
有网友问他是不是被绑架了，是的话就眨眨眼睛。当时王就不停地眨眼睛。还有网友表示，记得看到过一个视频，王湘军被几个东北口音的人围着，他故意对着镜头吃血，但那个视频里他的牙齿几乎被拔光了。现在看看后期的于朦胧和乔任梁，牙齿也都被拔了，好吓人呀！有人回复，作案手法一样，应该是同一伙恶魔干的。5年过去了，冰川或许融化，只是这离世的寒意从未消散。有人怀疑，有人恐惧，有人选择沉默。于朦胧说，不只是我，每一个被迫害的人都值得被尊敬，都应该被沉冤昭雪，被好好安慰。如今再听这句话，像是穿越时空的回音，也为那个永远停留在雪山上的灵魂点燃了一缕温柔的光。王湘军也是个勇敢的人，他的镜头照穿了黑暗的现实。希望于朦胧、乔任梁、王湘军和每一个被迫害的灵魂都能沉冤昭雪，下辈子能投胎到一个好的国家，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